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阳被万人痛批，看到他老婆的强势发声，才知杨紫当年说对了。平地一声雷，炸起的舆论烟浪一重又一重，现在也没散。里头争议很多，像是杨紫靠布谷偶拿到入场券，观众汗颜。游记吴镇宇的吐槽，简言之，演古偶无需强烈的生活感，照着剧本鬼鬼祟祟比比划划就完事，没啥演技含金量。遗珠遍地，尤其刘琳被白玉兰冷落10年，该有份荣誉褒奖。网友对刘琳的愤慨越强，杨紫站在那个位置就越烫脚。李志典说，长相思虽定位古偶，但不能潦草审判杨紫演技，若放下偏见的看剧，高光片段很多，错认母亲的声嘶力竭，梅林虐杀的破碎死寂，皆演技爆发，这是事实。只是入围，参照去年赵丽颖提名后落选，杨紫大抵也是陪跑的炮灰。其他演员的拥簇者不过小打小闹，王一博的粉丝彻底疯魔，吹雷造势数月，期待值拔老高，最后落空，实在不能忍。同剧组提名最佳男主的王阳变成眼中钉肉中刺，落选的失望化为愤怒，全扑到王阳身上，万人怒批。见不惯既得利益者的恬静淡然，是要将高尚踩进尘埃。用偷抢、演技差的字眼在王阳身上猛盖戳，他们口径统一，是男配王阳横刀夺奖，男主王一博宛若窦娥冤。未做时没来由的构陷，粉丝们大书特书，诸如吴一博不追风，扛剧的是他，剧出圈靠他，有演技高光时刻，凭啥没入围？顺道区王阳，男主作品多部都没中，偏偏靠追风者的男配就是剽窃果实。说破天，粉圈所谓的控诉都是胡闹，谁是男主，谁是男配，解释权在剧组。剧组是咋划定的？领衔主演表里明晃晃地写着王阳的名字，白纸黑字，做不得假，只是番位排在王一博后头，说到底就是番位在作祟。白玉兰这番靠演技拿提名的操作，算是狠狠打脸番位至上的粉圈。说到演技，也是这次矛盾的症结。一碗水端平的讲，王一博的表现有惊喜，为若来简直为他量身定做，成长弧线的圆满有很大发挥空间。前期轻质跳脱，后期稳而持重，人设不是非黑即白，硬骨头缝里也偶尔渗透出来胆怯。这些细微处，他拿捏得有刻度，不欠不义。内心复杂的情绪翻涌，也顾不上表情管理。眉眼的张扬倾泻着掏心窝的真，举止动静处皆有充沛的情感流露，那声裹挟着哭腔的嘶吼，狠狠攥住观众的心，愤怒、急迫、痛彻心扉的崩溃。看这段面瘫演技的固有印象，有被颠覆性打破，进步明显。但要说完美无瑕，还差点火候，更不该把王阳的表现贬得一无是处来衬他的好。王阳饰演的沈图南，站在灰色地带，亦正亦邪，江湖里求生求富，要滑，喜怒不露，所以王阳全程克制着演，没王一博那样浓烈的情感宣泄，长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，冷静的疯狂，没扎实的功底撑着，很难塑造好。王阳做到浑然天成，发挥空间逼仄，仍扑出层次，初始手段硬，气场强，魅力爆棚。世道突变又苦闷彷徨，信仰动摇，一片废墟里隐忍待变，奈何被愚中蒙心，清醒地由着自己与万恶官僚沆瀣一气，冷漠，眸底常闪着寒气，也会暴露柔软。兄妹对峙，站在对立面的沈近真呐喊信仰的力量，沈图南罕见的极赤白脸。也就这段，王阳完成了一场教科书式的情绪转换，焦灼、失望、愤怒、纠结、心疼、摇摆，最后仍自欺的幻想镜花水月，满面笃定痴狂，够丰富，够细腻，
这就是能入围的证明。自古文无第一，艺术亦然。有人入围，就会有遗珠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也得取舍。综合种种，王阳符合规定，当之无愧。流量的拥簇者们对他的围剿，该消停了。如若再这样不体面的瞎闹，以后舆论场上人微言轻的老戏骨瞧见他，估计都得绕道走，惹不起总躲得起吧。恶言泼雨的羞辱，怎能不委屈？没怨言，清醒自持的王阳选择隐忍。沦陷的评论区也开始涌出路人的理智发言：人红难免是非多，演得好值得。他是正经演戏的职业演员，虚头巴脑的流量默哀。泥沙俱下，难免一滩浑水。幸而多数网友眼神亮，心里门清。这队伍也有王阳老婆，他冲在吃瓜前线，强势发声，言辞里没负屈衔冤，只是一通举重若轻的感慨，没对事没对人，却能让人懂得他的言外意。风平浪静是理想，狂风暴雨难预料难避免，习惯就好，格局不可谓不大。最后落点在过好自己生活，试图敲醒那些整日围着明星转为他喜为他悲，已然魔怔的粉圈。杨紫曾经的金玉良言，放在这起剪不断理还乱的纷争里，很是应时应景。他说过，面对非议，有过无数次挣扎且满脸问号的困顿，经事后彻悟，解释没用。作为演员该接受，享受光彩荣誉，就要忍受莫名诋毁。此刻喜欢，此刻谩骂，都是一时起一时落，不是永久。只管认真演技，输出作品就好。欲戴其冠，必先承其重；欲握玫瑰，必先承其痛。王阳，暂且忍忍，骂得越狠，站得越稳，静待疾风骤雨过去，属于你的下个春天，不日将至。